沈陽挖出契丹貴族大墓，墓主人頭戴純金面具，身穿妖嬈黑絲，可謂是前所未見。倒扣在面部的黃金面具，移位的头骨，面朝着地面的下葬形式，身上穿着古代的黑絲，這一切甚至看上去光怪陸離的幾個元素，在2017年沈陽康平縣的一座契丹的貴族大墓裡面結合在了一起。這一切來自於一次意外的決定。帶起來的幾座磚石墓，在考古隊來到現場之後，初步一看，這幾座墓葬的規格相當的高。在勘察之後，考古隊首先確定先集中挖掘一座大墓，而在發掘開始之後，各種瓷器作為隨葬品堆積而成的墓室，瞬間讓考古隊震驚。而在確定這座墓葬沒有被盜掘的情況下，考古隊準備先發掘墓葬裡面的主棺，而在打開主棺以後，其中的隨葬品更是讓在場所有人驚喜非常。因為映入眼簾的就是一件墓主人的黃金面具。通過相關的研究和發掘出来的文物來看，部分契丹貴族在去世之後，會用金銀銅和鎏金的辦法，按照死者去世前的面容以及生前的地位等級，打造屬於自己身份的金屬面具，覆蓋在自己的臉上，然後進行下葬。而在康平縣發掘出来的契丹貴族的黄金面具，制作手法更是細緻非常，甚至在黄金面具上面雕刻的墓主人眉毛都能根根可數。此外，考古队在面具周圍發現了不少裡面穿着銀絲的小孔，但是考古队並不太清楚這是什麼作用，並且墓葬的下半部分還有一套銀絲制作而成的網絡連接着黃金面具。一時之間弄不清楚作用的考古队员也就把精力放在其他棺椁上，把目光轉移到了墓葬裡面出土的另外一具棺材，想要看看兩者在葬制上面有什麼聯繫，能不能找到這種黃金面具配合銀絲的名器究竟在契丹貴族死後代表着什麼。於是在打開了第二具棺材之後，考古隊更是詫異非常。只見棺材板裡面金光閃閃一片，可以預想得知的是，在棺材裡面肯定存在着大批量的金銀器作為隨葬品。於是考古隊繼續小心翼翼地清理着棺材，突然一件奇怪的器物出現，甚至讓考古队的相關人員動用上了顯微鏡。只見在顯微鏡裡面，一件絲織品上面有着不少的碎金。經過一番仔細觀察，考古隊終於確定這是一件帶扣。從相關的歷史來看，作為隨葬器物最豐富的朝代之一，遼朝貴族的墓地一直在歷史上是盜墓賊的一個重點針對的目標。至今，在有的外國的博物院裡面，還能看見被偷盜出去的遼國貴族的黃金面具。同樣，在沈陽發現的這座遼國大墓裡面，考古隊也發現了一個盜洞。不過好在，棺材內部的隨葬品並不存在被盜掘的現象，剛剛的金光閃閃只是這具棺材裡面隨葬品的冰山一角。而在深入發掘中，在墓主人腰帶的部分可以看見，金飾以及絲織品的材料和含金量都有10分高。管中窺豹的是，能用得上如此物品的人物，生前基本也是處於權力階層的頂端。但是在清理過程中，考古隊也遇到了一部分的難題。因為前文說過，隨葬品裡面有纺织品和金箔，一不小心就容易被破壞。於是相關的发掘角度也进行了調整。但是就在這時候，在棺材裡面繼續出現了一件倒扣的黃金面具。這個面具的發現讓考古隊十分奇怪，
按照一般的葬法，都是死者仰身直葬的。那为什麼墓主人的葬法截然不同呢？接下去的一個發現，更讓考古隊的所有人都感到細思恐極。隨着墓主人頭骨的出現，考古隊發現，墓主人的頭骨居然和身體是分離的。通過相關的針對黃金面具的研究，契丹的黃金面具在中國的藝術史上面有着特殊的意義。其雕刻的手法是完全按照契丹人生前的面容雕刻的，高鼻梁、高颧骨、薄嘴唇都是契丹人的典型面貌，并且因為契丹的面具都是按照墓主人生前雕刻的，因此都是獨一無二。於是在尋找相關的問題答案的情況下，考古隊繼續清理着這具棺材。在噴壺的沖刷之下，首先發現的是一件雕刻細膩的金戒指，在上面有草葉紋和魚子紋，讓考古隊十分着迷，並且在這具棺材裡面也發現了銀絲網絡。通過局部的解剖，考古隊發現這具棺材裡面的銀絲網絡應該是套在自己的內衣上面。從這片墓葬群以及之前發現的契丹墓葬來看，契丹人，特別是其中的貴族們在下葬的過程中，基本都是戴面具，套着金銀靴子，套着讓屍體保持一定形體和姿勢的銀絲網絡。而這一切用貴重金屬疊加起來的葬制，和契丹人潛意識裡面存在的祖宗崇拜有着很大的聯繫。那麼，對於人死後的靈魂去處，契丹人也有屬於自己獨特的看法。在契丹人的觀念裡面，認為只要屍體保持完整，那麼靈魂也就永遠存在。根據另外的資料研究和考證，契丹人這喪葬制度可能還和中原地區漢朝墓穴裡面的金縷玉衣有關係。因為契丹人認為，特別是核心統治階級對於漢朝有極高的認同感，自己也自稱為劉姓，認為是劉邦的後代。只不過可惜的是，這座大墓並沒有出現和墓主人身份有關的直接證明，因此也是一個無法破解的謎題。那麼身穿黃金的下葬方式，你喜歡嗎？